世纪前的阿公阿嬷们，祝父母节快乐！是的，你们呢为照顾子孙尽心尽力啊，忙了大半辈子，很不容易啊，在这边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。 没错，所以我们的节目也要为你们献上敬意哦，特地邀请了医生还有医师联手炮制一集的《银发族保健指南》，预先庆祝祖父母节。胃口差、消化慢要如何改善呢？老人家睡不好、睡得少有什么影响吗？每次都说要避免让老人家跌倒，那具体的原因以及可以如何避免，你都清楚吗？还有食疗示范以及自我检测，全都在这一期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 哇 ，King 姐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的阿嬷她都会煮一碗热乎乎的蛋花汤，然后就叫我说：“哎呀，疼啊，来喝汤啊什么的。”哇，现在想起来还是满满的回忆。那我是记得我的阿公，他的身材魁梧，对，然后小的时候他就喜欢一边抱着我的弟弟，另外一边呢就抱着我，然后就带我们去买糖果吃。所以你看，长辈对子孙呢都是很多的爱，很多的关怀啊。对，好，那也是同样的要请到我们今天的专家跟来宾来聊聊喽。 哎，是的，马上有请国大医院老年医学科宁文蔚医生，还有廖秀莲中医师，欢迎，还有千大哥以及黄淑芳，欢迎四位，来，请就坐，请就坐哈。哎呀，就直接单刀直入了。K 大哥，你今年贵庚啊？我今年72岁。你有没有想过说几时退休？我50岁的时候想过60岁退休，60岁就想70岁退休，现在70多岁了，想75岁退休。那等我75岁，我就会想80岁才退休。那80岁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要做？跳那种流行的舞蹈。哇！所以现在要开始学。台湾有一个叫刘福柱，80多岁了还出来 rap。医生跟医师，我觉得千亿大哥表演的非常好，非常好啊。OK 吗？那精神奕奕。那其实以医学方面的角度哈，在定义这个年长者，它是有一个数据是吗？其实国际卫生组织把老年人口定义为60岁以上，不过很多发达国家呢，我们就以65岁以一个界限了。OK。不同老人家虽然年龄可能不一样，他们身体上的状况可能差异很大。对。所以年龄不过只是一个数字啦。如果根据那个内经的话，特别是女性吧，然后他们就7气49，他就天魁界。天魁界就是说已经逐步的走向更年期了。OK。哦，那么男性就以7、8、56，他也是走向更年期。10岁以上就算。但是在临床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人，一般都是到70、80岁才比较看出那个老态。现在的人都是比较年轻化，因为比较会保养。对。OK， 问一下淑芳姐，就是说你本身有3个孩子嘛？那外公外婆还是爷爷奶奶，有没有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辅助的角色嘛？尤其是小孩很小的时候嘛，有时候工作太忙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请假，就需要爸爸妈妈或者是我的家公家婆来帮忙看着他们。然后他们生病的时候，外公外婆会特别疼惜他们，然后会煮他们喜欢吃的东西。是。像我这样观察，你的状态还是很好。你现在背台词哦，都是看几页？通常我会在家里先了解他的故事，还要演的那一场戏是要讲什么。对，如果有一些台词是比较长的，我就会预先在家里去记一下。年轻的时候记台词很快哎，就是当场背、当场念都可以。可是发觉到30过后，甚至40过后，通常都要用1、2天的时间去背。先去背哈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常听人家说哦老了啊，记性不好啦，难道是这样子的吗？然后没有办法逆转吗？其实不是每个老人家都会有记性衰退。我有一个病人，他甚至92岁的时候，他还在出书，自己写，对他自己写书，写自己的历史啦，就是小时候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把它出版成一本书。OK， 老了健忘有时候也可能不小心成为一个借口，这其实会比较危险啦，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老人家就是随着年龄老化，慢慢的少用头脑。有些人退休之后啊，比较少去社交，会不会也是提高失智的风险？这个也可能会使到认知功能衰退。同时间，运动是保持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。如果保持身心健康，减低你三高这些，这也会随而减低你患上了失智症、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。
通常会建议老年人参与一些比较多元性化的运动，这就包括阻力运动、平衡运动和有氧运动。一项比较特别的东西叫做 Dual Task Training， 也就是双任务训练。这些就结合了认知练习，再加上体育锻炼的一些活动，比如说一边做体操一边背咏诗经，还是一边走路一边倒数，这都可以提高认知能力，还可以减少你跌倒的风险。失智症就好像老花这样嘛。随着年龄啊，时间到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，那是真的吗？其实随着年龄增长呢，一些认知变化是预料之内的，比如说你处理讯息的速度啦，还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。不过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这些影响日常生活独立能力的认知障碍，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失智症。如果没有遗传的风险，一般人患上失智症的几率多少？差不多大概18%左右。那钟医师有什么要补充吗？当你看到某些朋友太久没有见面，你想不起他的名字，就你会担忧了，因为可能就说，我是不是要逐渐的患上失智症了？是，所以有这个顾虑的话，你就要时常试着去想那个朋友，你过去的朋友、少见的朋友，他们的什么名字，它可以帮助你加强记忆力。不过说真的科技会让我们变懒惰。对呀，以前我们都会去背电话码，现在没有人再背了。对啊，所以还是要多用脑了哈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呢，再讨论一下老人跌倒的问题。是，稍后见。那每一次我们听到说有老人家跌倒就很紧张，倒抽一口气这样是，所以到底在新加坡啦，老人家跌倒的这个频率到底有多高，而且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我们请医生为我们解释一下好吗？其实，在新加坡约1/3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至少会跌过一次。其中48%的跌倒造成的受伤相关的死亡。2005年有一个调查显示，其实头部和面部损伤是最常见的，其次是下肢损伤，最担心就是那个髋部骨折。因为我有听说过，年长者最怕那个髋关节受伤，是为什么？因为髋关节受伤，1年内的死亡率可能高达36%。为什么会死呢？对啊，髋关节受伤会死啊？其实不是因为那个骨折的问题，还是那个受伤的那个伤势直接导致死亡。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受伤之后或者骨折之后，可能不适合动手术，还是选择不动手术，就可能要长期卧病在床。卧床久了，他们就可能会发生一些complications， 就比如说血栓啦，还是严重的一些发炎啦、尿道发炎、肺部发炎这种疾病。其实很多人跌倒之后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件事，不过如果一个人频频跌倒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会比较担心，就是身体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啦，最好去求医看诊。很多老人家他们都有一些慢性病啊，如果很多种药一起吃会不会相冲呢？所以政府才鼓励我们去adopt 这个 Healthier SG， 呼吁大家就给一个家庭医生兼顾他们的健康，在需要的情况之下，他们也可以帮你做出一些调整。我们这些老人家很多都有三高嘛，他们要吃三高的药，可是他们自己也相信要吃一些中药来补助，所以是不是一定要隔2个小时？这是正确的说法吗？2个小时是比较安全的做法，主要就是让那药物离开的那个胃，就是清空排空，以防那个西药跟中药有一些相互的作用，特别是一些中药有活血去瘀的作用的药，那么它可能跟那个凝血药还有强心药的那些西药有一些相互作用。我是有听过说有些老人家是跌倒之后怕痛，就宁可坐着躺着也不要去活动是虽然可能暂时性是说 OK， 但是不是长期也不太好？其实仅仅卧床休息10天的话，老年人的腿部肌肉就可能足足受伤1公斤左右。10天就减少1公斤的肌肉大概多嘞。所以其实我们在看诊时最重要的治疗目标就是让他们在48小时内能够重新活动起来。如果超过48小时不动的话，有至于20到30%的病人可能会从此变得行动不便，很难恢复以往的活动了。OK， 那其实有没
蛮多老人家，他们可能一跌倒哈，就找中医做推拿、针灸啊，是建议的吗？如果刚刚跌伤的话，我们不鼓励用力的推拿那个局部啦，因为我们怕那个地方内部组织损伤嘛，所以我们通常会往比较远的远道取穴的地方跟他做推拿。我们也可以用外敷药或者口服的活血化瘀止痛药来给他们服。跌倒后如果行动不方便的话，通过针灸可以恢复某一个程度上的行动力吗？因为针灸它有那个舒筋活络止痛的作用，所以针灸它可以帮助缓解那个疼痛。它一般是依病情的严重性来决定它的康复时间就不一样。了解。我觉得运动哦，可以帮助我们呢锻炼肌肉，让我们的行动更加敏捷一点，就可以防止跌倒。我常常的运动就是游泳啊、潜水啊。哇，潜水啊！有他们有拍部戏，不是去潜水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的习惯是一起身先喝500 ml 的水，然后吃水果，然后才吃早餐呐。每天坚持这样做，感觉很自律嘞哈。对啊。那像他们的情况，一个礼拜应该运动多少次才算 OK？其实我们通常会建议老人家1个星期之内就是达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，可以做一些快走和散步的运动，这能锻炼你的心肺能力。同时间也要做一些阻力运动，这可以增加你肌肉的质量。我们也会鼓励老人家做一些锻炼平衡的运动，比如打太极拳啦，还是瑜伽啦。我们鼓励那些不方便运动走动的人，他多为自己按摩，就是揉按他各部位，包括腿，可以帮助肌肉疏松，然后血管会扩充，那么血液就容易循环。OK，那除了运动以外，饮食这块呢？饮食方面的话，当然就是要营养比较均衡吧。对。那么有些人他脾胃弱嘛，有2大类。就是胃阴不足，胃阴不足的话，他们就会感觉到饿，但是他吃不下。那另一类就是脾虚湿肾，脾虚湿肾的人，他们是不会感觉到饿的。所以今天有准备什么食疗吗？我有带那个食疗过来。哎呦，等一下就有机会品尝了哈，我们先聊一下。那西医对老人家胃口不好会用怎样方法去治疗呢？首先确定是否有什么疾病导致食欲不佳。有时候如果控制不佳的一些慢性疾病，比如肺病啦、肾病，会影响食欲。有些荷尔蒙问题，比如甲状腺的问题呢，有时候也是可以影响你的食欲。在严重的情况之下呢，食欲不振和体重减轻可能是癌症的预兆。哇！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就会以下几个方法改善他们的食欲。第一是可能治疗任何牙齿的问题，比如蛀牙啦，还是他们的假牙如果不合适的话，我们都会劝他们去换。第二，我们可以看他们现在在吃的什么药，然后合理化他们的药物清单，尽量避免一些可以影响胃口啦的药物。有时候我们也会鼓励他们使用比较健康的替代品来调味，比如用麻油代替酱油。第四，我们也可以鼓励老年人多聚餐，就是和朋友亲戚用餐，这也会增加对食物的享受。听说人越老就睡得越少，天宇大哥，请问你每天睡几个小时？这1、2年来啊，我睡6个小时，这1、2先是睡8个小时。可能有时候因为不太忙啊，下午有睡觉了，下午睡一阵子，晚上就所以晚上就睡6个小时，有睡午觉。有一个说法是说老人家是不需要睡那么长时间，是正确的吗？其实是错误的，老人家跟年轻人一样，都需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所以他这样算睡眠不足哎，是正常的嘛？还好了，如果可以达到6，但是食欲很好。就是哦。那我问一下医师那一般上老人家有什么样的睡眠问题？他们睡眠不足有可能就是阴虚阳亢吧。阴虚的话就很难入眠，再有就是脾胃弱的话也是难入眠。如果是阴虚的话，就可以靠补充一些水分，因为我们喝水的时候它可以清掉我们身体的热气。再有就是说老人家怕常跑厕所，那么其实他们可以穿那个纸尿片，不要太抗拒那个穿那个纸尿片，因为它可以改善那个睡眠的素质。对，那如果说你在床头旁放一些水，是你会建议？那如果是放水的话，就放热水壶吧。如果水蛋隔夜的话，不放热水壶，它水凉了，对胃也不大好，伤胃阳。如果睡眠不足，按什么穴道会帮助睡眠呢？中医有个安眠穴，安眠穴在2侧，
这边两侧对，然后我们的手放在这个大概是耳垂这边，这样按下去，大概中指的部位就是安眠穴了。我们的手就用手这样来揉按，它也是可以帮助睡眠。刚要按多久？揉按到累吧，不要按太多了，等下想睡觉。不让它记住那个时间，就自然的这样按摩，是呀，然后它就会睡着。好哇，我们的这个中医师带来这个2道食疗哈，很周到哎，太好了你看有正餐还有甜品哎。是这道菜叫什么？淮山粥用的食材有哪一些？主要就是淮山，它有养阴益气的作用；枸杞子它有明目的作用；红枣有养血的作用。我们可以先煮这个粥，煮到那个粥的粥粒松软的时候，开始下那个淮山。对，淮山就先削掉它的皮，然后切成细块，就把那个淮山放进去，放那个红枣，最后才放枸杞子。那另外一道是什么？另外一道就是红豆薏米汤。用的食材有哪一些？红豆在外面卖的，他们一般它的红豆就比较圆的，但这个红豆不大一样，它是比较细长的。中医名就是叫它叫赤小豆。红枣，我们还有这个龙眼干，对，龙眼干很甜又香，然后它有帮助睡眠的作用。薏苡仁跟红豆一起在浸水至少2个小时，它就比较容易煮。那我们又怕它太凉的话，我们可以先炒一下，让它的红豆稍微变深色，薏米呢就变比较黄色，稍微微黄色，把它放进水里，用大火煮开，之后就可以跟它焖上20分钟。就是我们焖的时候就是关掉火了，20分钟后我们可以再开火，再给它煮到它软，就可以进食了。是，先吃粥，然后再喝甜点，哇，粥好贴心啊！哇，它的粥的味道很好啊。其实它淮山就是有点口感脆脆的，其实淮山本身是没有什么味道的，所以我以为它其实会很淡，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可是它有一点清香甜的。对，那个淮山呢，吃起来好像在咬 chestnut 这样，好像马蹄一样，对不对？像马蹄。我们也可以品尝一下这个红豆薏仁汤哦。我自己吃哦，它的本身的甜味是来自那个红枣跟龙眼，对吗？OK， 所以味道已经是有那个甜度在里面。对，这个红豆汤的味道啊是相当好。那个红豆跟那个薏仁，通常我们煮完之后它都是软的，可是这个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个颗粒感在哈。其实这2道呢都是属于健脾的。然后也是能够改善脾胃健康，也有然后帮助补充营养，帮助睡眠，对，所以很适合长辈吃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吃了2道这个食疗哈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回来呢，千亿大哥呢将会进行平衡能力跟跌倒的风险评估。有兴趣一起做的阿公阿妈呢，要记得准备一张有靠背的椅子，是的，还有手机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稍后见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如果想要跟我们一起做的话呢，一定要确保你的椅子的靠背啊是稳固啊。好，现场的2位男士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你可以把双手交叉，好，交叉。给 Q 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站立坐下，总共做5次。如果说你用的时间太长的话，你跌倒风险就会比较高。OK，对。1、2、3，开始。好，1、2、2、3、4、5，好了，几秒？然后准哎，8秒嘞8秒啊，9秒多。OK， 好，问一下医生哦，这个标准是 OK 的吗？其实你们2位都表现得很好。参考标准来说，60到69岁的人士呢，他们应该就是在11秒以下。OK。70到79岁的人士呢，12秒以下是很好的。然后80到89岁的人士呢，在14秒以下都属于正常。好，那如果像单脚啊，可以站起来，是不是表示更加有活力、更加年轻呢？就代表平衡感真的很好。年轻人吃一下。还好。还年轻。那当然这只是一个评估了哈。那当然我们今天现场也特别来了一位就是退休人士，要跟我们分享他非常快乐的退休生活哈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分享。好，欢迎张建生先生，你好。好，大家好。想请问一下，今年几岁啊？73岁了，有3个孙子。哇，最大几岁？小学3年级。最小的嘞？最小的是幼稚园。所以你会偶尔还会帮忙看照顾他们吗？还是接送去学校？偶尔会去啦，不过多都是我太太去。
哦，对，比较多了。对，那你是大概几岁的时候退休？我退休呢是刚刚是65岁，所以本身你是从事什么职业？之前从事这个教书了，之后我就帮一个朋友做些 part time 的工作了。我的本行是做那个电工程的。电工程。我刚好有一个朋友，他也是做这个生意的，他就叫我去帮忙他一下了。那后来你是怎么去规划你每个礼拜的生活？星期一我去帮我朋友做事情了，可以做工全天呐，半天。星期二有时我就叫一些朋友去聊聊天这样子咯。如果没的话，就是在家里看看报纸啊。星期三有时候我就去我女儿那边去看看我的孙。星期四都是去RC这样子，我们去大家去练个交流一下啦。所以联络所有时候有一些庆祝会，他会表演，有吗？他会不会邀请你们去做？有啊，我也有去过老人院去义唱一下。你唱歌有参加歌唱比赛吗？就是黄金年华。哇，黄金年华，他有参加黄金年华。周末都干嘛？周末有时候我去运动一下了。你本身还有在学一些新的东西吗？有没有尝试？有啊，自己把自己的歌录了，然后去外面拍一些 MV。对，然后把它合拼起来、剪接起来，然后哇，厉害嘞！你对这样的生活觉得如何？我很满意啊，很满意，我很开心。最重要是要喜欢这样东西的话，你就敢的去做吧，走出舒适圈，学习新的知识，这样子心态就变成好点。最重要是活到老还是学到老？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，希望你继续加油。谢谢张先生，对，棒。最后我们也要再慰问林医生，还有廖医师，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的吗？其实，孩子很多时候出自一番好心，都会想让父母多休息。有时候他们却忽略了，其实父母一路来都是在包办这些责任。一叫他们不做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失去对生活的一些定义了。而且长辈们有活动能力，其实是一个健康的表现。所以我们要多加鼓励他们，继续就是保持这种生活方式。年轻人总是对老人家他们报喜不报忧，所以如果知道他们能够承受得起的，就跟他们分享他的问题。然后如果他们能够帮你分担你的忧虑，那他们也会有满足感。对，我们养鹅吧，养鹅都是养到100岁，但是常担忧到99。有些老人家他们找我们看病的时候，他们会突发性的哭出来，但孩子通常都不知道。所以孩子有时间的话，就要多跟老人家聊聊天，听听他们的心事，或者甚至跟他们逛街，让他的心情舒畅。要让爸爸妈妈们知道说，孩子们是关心他们、爱他们的。对，真的一句老话啦，家有一老如有一宝，对不对？是说得好。好，那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林医生，还有廖医师，谢谢。还有谢大哥以及苏芳姐，谢谢两位。在这边我们一起要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，拜拜，下次见。